人独自在大山里建造农庄，如今已经积压成群。为了尽早给农庄带来收入，丽娜还需要每天坚持的投喂谷物，保证营养吸收。随着家禽数量的增加，这个小的院子显得有些拥挤。丽娜打算再搭建一个农庄的院子围墙，用来增加鸭子的活动范围的同时，又能防止鸭子私自跑到山下的水流中迷路。在鸭舍侧后方经常出入的一条小路位置，选定这里用来搭建农庄大门的地方。用洛阳铲在小路的两侧各挖出一个深基坑，用来固定大门左右的立柱。大门必须搭建的豪华大气上档次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，才能与农庄的别墅气派统一。所以这次立柱的选用都是经过丽娜精挑细选的年轻笔直毛竹，将分割好的毛竹一端开出长方形凹槽，顶部也预留好卡槽位置。接着将4根毛竹捆扎在一起，足见这次丽娜用料的实在，绝不拖泥带水吝啬毛竹。凹槽内穿入方木，用作大门顶部的搭建支撑。2个粗壮的立柱都埋入基坑，捶打牢固后，没想到丽娜一个闪身便登上立柱的顶部，开始固定起横梁。真是艺高人胆大，心里不知道害怕。大门的框架搭建好后，便开始搭建围墙的框架部分，分割出一些相同长度的毛竹，接着在同样的位置上中下各贯穿一个长方形孔，埋入挖好的基坑内，用作围墙的立柱支撑。接着将上中下的孔洞穿入方木后，院墙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不过现在还只是框架，还需要继续搭建装饰才能起到防护的作用。只见丽娜又砍来一些毛竹，分割成大门顶部需要搭建的长度后，再进行逐一的拆分为2半。接着一个纵深又来到顶部，开始将竹片正反相扣，均匀的铺成屋顶瓦片的形状。成品的效果也是有种江湖驿站大门的感觉。不过这还不是最终的效果。接着将长毛竹捶打成竹片，编织成长长的竹席状。这一步也花费了丽娜很长的时间，好在固定在围墙上，效果非常的漂亮。追求极致的丽娜还将打磨好的竹片错位固定在竹席围墙的上方，这样看起来就大气了许多。这样的围墙估计小偷来了也不敢轻易翻越。为了大门的气质也提升一个档次，丽娜将打磨好的拼花竹片均匀地固定在2侧立柱上，这样才能突出柱子的立体粗壮效果。最后在门头的正反2面也必须安排上拼花效果，才能展现出丽娜对追求极致完美的一丝不苟。不过现在还缺少一个霸气的大门才能堪称完美。只见丽娜抱来些许方木，先固定出2扇大门的框架，接着将间隔打磨好的竹筒拆分成均匀的竹片后，长短错位的固定在框架上。转眼2扇大门就制作好了，再巧妙利用竹筒充当铰链，将大门固定在2侧立柱上，今天的围墙和大门就制作好了。你们说这样的成品效果好看吗？这个女人太疯狂了，一大早就拿着铁锹在屋前拼命挖掘，按常理应该是在挖游泳池，但丽娜绝非常人，看完成品直接惊呆了小伙伴。从这下铲的角度和姿势可以看出，今天的工程量非同一般。丽娜凭着惊人的体力和意志，堪称行走的挖掘机，一会功夫已经挖出一个宽4米、长8米的基坑。接着就是对基坑的深度和4面墙壁慢慢修整，保证半人深的同时，墙壁与地面必须呈90度直角，才能体现丽娜做事的一丝不苟和那追求完美的强迫症。经过2个9、9、8、11分钟后，终于把基坑挖好了。如果当做泳池的话，容下10个8个壮汉应该没有问题。基坑挖出来的泥土用锄头简单的处理平整，到处溜达的鸡鸭也该喂食一下，不然叫个不停，着实有点影响自己干活。端来一些稻谷放入食槽喂食鸭子，顺便给已经产蛋的溜达鸡也投喂一点，要不了多久母鸡就能孵化出小鸡，又将给农庄带来一些收入。一想到能赚钱，丽娜干活就来劲了，一口气砍来10几根毛竹，根据基坑内墙壁的宽度和长度分割好对应长度的毛竹，捶打成竹片后交叉编织成竹席状，放入基坑的墙壁上，用竹筒固定。虽然比不上混凝土坚固结实，但短期内也不会出现塌方的情况。再将外侧的边沿4周用泥土填平后，来到池子中间挖出2个深洞，埋入2根粗壮的立柱，底部捶打牢固。接着背上竹篓来到溪流边收集一些沙石，不断的倒入池子里，蚂蚁搬家似的往返搬运足够多的沙石后，用锄头将沙石铺平池子的底部。持续的体力消耗，丽娜不得不休息一晚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满血复活的丽娜拿来方木开始搭建池子上方的凉亭。一个闪身来到凉亭的顶部，固定好龙骨框架后，将细长的棕榈叶密集的捆扎在龙骨上，接着将方木连接出凉亭的大致框架，用铁钉将木板固定在框架的方木上，3面用短木固定出护栏围挡，最后将踏步的步道连接固定好，护栏延伸到地面的位置，这个精致的凉亭就搭建好了。凉亭还不是丽娜的极致，各方面细节也必须完美融合。接着将饮水的毛竹埋入挖好的地面凹槽内，为了达到喷泉的同等效果，丽娜还精心制作了一个喷头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简直毫无差别。接着拿来2节粗的竹筒，上下开出10字卡槽后固定上方木，再用铁钉在方木上固定好木板，便得到一个小餐桌。同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同款小凳子。
放在凉亭上，瞬间就有了诗情画意的感觉。当然，绿植的点缀也不能缺少，用木块制作出4个木盒子，固定在凉亭的4角，栽种上一些观赏的绿植，喝上一杯茶，别提多惬意了。为了升华诗情画意的场景，丽娜又斥资几10块买来一些小金鱼，放在池子里养殖，就是不知道养大了能不能卖掉。最后在鱼塘的4周固定好栅栏围挡，栽种上一些花花草草点缀。你们觉得这个鱼塘凉亭搭建的如何？面对农庄的积压成群，丽娜又度过了平凡而惬意的一天。这个女人太强了，不仅有着超高的搭建技能，在养殖方面也是一个小能手。精心喂养的母鸡已经成功孵化一窝毛茸茸的鸡仔，一群小白鸭也已适应周边环境。然而这些还只是丽娜的小试牛刀，今天丽娜准备养殖不一样的品种来增加农庄的收入。只有搭建出一个温馨、舒适、漂亮的养殖场地，才能保证新到来的小家伙快乐的成长。在麒麟臂的加持下，一块坡地慢慢变得平整，泥土翻出的小虫也让溜达鸡意外获得加餐的机会。经过丽娜的坚持不懈的刨挖，一块10几平的地块就平整好了。只见丽娜又在断坡的墙壁内挖出4个深洞，并将洞内和表面修整光滑。这究竟是要养什么神奇的家畜呢？猜到的老铁打在评论区。丽娜接着又拿来一些方木，用凿子在方木上凿出榫卯结构，利用坡度和立柱的支撑搭建出中间高2边低的主框架，再用竹片编织成2个长方形栅栏形状，覆盖在屋顶上方，用作支撑加固。接着在黄泥土中加入山泉水和枯草搅拌粘稠，这种搅拌的感觉小编小时候也体验过，非常的丝滑解压，就是回家容易挨打。将搅拌好的混凝土均匀地涂抹在屋顶上，这就是流传数千年原始的建筑屋顶的方法。今天又一次被丽娜展现出来了。接着将一些方木均匀固定在底部和顶部，正面则竖向的固定出围栏的效果。为了加固屋顶部分的支撑，还需要用方木在中间立柱上斜拉固定。就当你以为搭建结束时，丽娜又在地面画出2个大大的圆形，随即1秒开启挖机模式。经过半小时的慢挖，一个立体的圆形就凸显出来了。倒入一些沙石后，又加入泥土捶打，分割成4个小半圆。接着将分割好的竹片交叉锤入地面，围挡出一个椭圆形围墙。不得不佩服丽娜将圆形搭建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为了更加的温馨，还必须增加一些绿植点缀。挖来一棵长相清秀的阔叶植物，栽种在圆形中间，旁边再铺上一些随处可见的草皮，草皮上再放上一些石块点缀，瞬间整个小院就焕发出了生机。屋顶部分也是同样铺上草皮，这样下雨也不用担心会冲走屋顶的泥土。最后在小半圆内放上小水车，再强行隔离一些小金鱼在不同水域。其实养鱼只是辅助观赏。只见丽娜背上竹篓，迈开2米大长腿便奔向集市，随即1秒传送回到农庄。此时竹篓内已经多了几只可爱的小兔子，拿来一些胡萝卜和地瓜叶简单的交流。流氓兔们表示非常满意这个新家，特别是4个洞的单间设计，完美解决了合租的困扰。你们觉得今天丽娜的兔舍搭建的如何？女人在野外无意中发现一棵100年树根，这究竟又能打造出什么精美家具呢？独居丛林的丽娜一大早便开始忙碌喂食家禽，这也让饿了一夜的鸭子开始互相抢食。随着不讲武德大公鸡的加入争抢，丽娜不得不在鸡舍内又撒上一些稻谷，来偏袒一下抢不到食物的小鸡。刚出生的小鸡仔也开始学着母鸡妈妈的模样进食，这也意味着它们将继续存活下来。然而食量惊人的鸭子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抢食的机会，这也让丽娜直接将鸭子赶出农庄，让它们自己在野外觅食。早已熟悉环境的鸭子天黑也会自己回来。随后拿来一些嫩叶喂食昨天刚买来的兔子，看着呆萌的样子，着实让人喜欢。这些叶子也够它们细嚼慢咽吃上半天。随着农庄的不断扩大，丽娜也变得忙碌起来。鱼塘周围刚种下的花花草草也需要浇上一些山泉水，保证存活的同时促进生长，美化环境。被丽娜相中数天的一棵老树根，今天终于开始对她下手了，带回农庄发挥其剩余价值，也是物尽其用。随着树根周围杂草的清理干净，错综复杂的根系延伸向4面8方。看来想挖出此等大物，还必须用锄头将根系周围的泥土刨开，再用手锯将粗大的根系逐一锯断。看似简单重复的操作，实则一点都不难，主要是对丽娜体力和意志的考验。从上午锯到中午，再从中午锯到下午，太阳落山时，终于将老树根给盘起来了。学着老汉推车的姿势，慢慢将树根推到坡下，随即使用18般兵器强行脱掉树根的外套，露出8块腹肌，才满意的请到竹屋门前。接着开始对着几只触角刀斧伺候，待其服服帖帖后，又是一番精雕细磨。此时的老树根犹如一块大的核桃仁，让丽娜聪明的大脑迸发出各种构想。为了避免老树根孤独，还特意将它的躯干部分也请了回来，修掉厚厚的表皮后，再将靠背部分修成圆滑凹陷，保证与脊椎腰部的完美贴合。不得不佩服丽娜把人体工程学也拿捏得死死的。
最后拿出细砂纸挨个的全身搓背服务，这待遇也着实让小编羡慕了一回。最后再刷上一层防腐黄木漆，老树根也瞬间显得高大上了许多，这让饱经风雨的老树根打死也想不到，今天全身按摩后还住进了别墅，再将3把富贵椅搬进来摆上龙门阵，就这样一套实木桌椅传上3代完全没有问题。最后泡上一杯白开水，虽然丽娜平凡的生活犹如这杯白开水平淡无奇，但不服输的丽娜通过不懈努力让生活变得忙碌而充实，农庄也将发展得越来越好。今天丽娜开始平整起鸭舍旁边的空地，这也意味着农庄又将迎来新的养殖品种。这次丽娜直接从隔壁老王那买来一些方木用作搭建，既节省了时间，也让附近的毛竹得到暂时的喘息和生长。利用木工刨将表面打磨平整后，便来到正式的搭建环节，将6根长的方木用来当作立柱支撑，接着在底部用方木围出一个框架，中间立柱之间用短的方木加固支撑，再用铁钉将方木均匀捶打固定在底部的框架上。四面的围挡墙也是同样方法，固定到合适的高度时，顶部也需要用方木覆盖固定严实。一个方便进出的踏步平台也必须安排上。遮雨的倾斜屋顶的搭建，直接用细毛竹捆扎在横梁上，再用竹片横向铺在细毛竹上捆绑牢固，最后强拉硬拽拖回来一些棕榈叶，相互缠绕覆盖在房顶即可防雨遮阳。最后在屋檐位置用竹篾将多余的叶子简单的捆扎，一个用来养殖各种家禽的木笼就制作好了。随即使用超能力1秒从集市买来几只这鸭，必须利用一些稻谷的喂食来增加亲密度，可能是对农庄的环境不太适应，这鸭还没吃上几口便开始发起呆了，只能让小白鸭给他们上一课，展示一下什么是狼吞虎咽。幸亏丽娜种了几亩水稻，不然还真养不起这小白鸭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丽娜又对着淋浴房旁边的坡地开始动工了。随着锄头的出场，预示着工程量也非同一般。经过短暂的刨挖后，一棵盘踞在中心地带的老树根成了棘手问题，用锄头简单沟通后，只能用手锯采取强行拆除。经过49分钟后，终于将老树根挪到2坏以外。为解心头之恨，明天有空必把老树根盘成家具，将土坡修成宽大的台阶状后，接着在底部墙体掏出一个正方形深洞，随后在平台上挖出一个圆孔与其相通，上方的孔洞则修成漏斗状的大圆形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应该猜到丽娜是在搭建灶台，用同样的方法在旁边复制一个灶眼，灶眼的后方还需要贯穿一个小洞用来排烟，接着将灶台的全身捶打瓷实。为了方便站在灶台上翻炒制作美食，还必须在两侧打造出3级踏步台阶，这也为后面方便熬煮猪食提前做好准备。随后用山泉水把灶台表面涂抹光滑平整，防止下雨打湿灶台。还必须搭建一个遮雨棚，将2根笔直的树干放入基坑内用作立柱，随即1秒爬上树干顶部固定好横梁，在灶台的后方坡地上埋入2根长短不一的木桩，用来校准水平位置，再将一些细长的毛竹捆扎在前后横梁上，接着在毛竹上再用竹片横向固定成网格状，随后又薅来数不清的棕榈叶，简单重复的交叉固定在龙骨之上。经过81分钟后，这个灶台总算完工了。最后拿来一些木柴点火测试，就这窜出的火苗，比小编小时候偷点邻居家草堆还要旺盛。然而这样的柴火灶做出来的饭菜，你又知道能有多香吗？人只是在石槽内倒入一些稻谷，瞬间所有家禽便开始疯狂抢食，把石槽围得水泄不通。然而他们却不知道，待会其中一只又将成为丽娜的午饭。这鸭也逐渐适应不抢救挨饿的现实，散落的稻谷也被溜达鸡捡拾干净，小鸡仔则在母鸡妈妈的看护下开始进食。精心的喂养也将加快这些鸭子尽快产蛋或者被卖掉，又将给农庄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丽娜今天要制作一些山林美食，来弥补一下最近繁重的体力消耗。不过现在还必须把昨天清理出来的老树根进行改造利用，用手锯来回拉扯切割到一半的位置后，再用斧头和柴刀劈砍成椅子的造型，随后强行脱掉外套，修去较长的根系，将黄木漆均匀涂刷在表面用来防腐。这样的一把树根椅放在灶台旁，烧火做饭的间隙用来临时歇脚也是相当的巴适。接着开始准备制作美食需要的材料。丽娜要制作一些粽子作为主食，当地常用的粽叶依然是芭蕉叶和竹叶为主，这在附近也是随处可见。因为要制作不同形状的粽子，所以每种都收集了一些，将每片叶子都清洗干净后，把泡发的糯米放在叶子上，中间加入一片腌制好的五花肉，上面再覆盖一层糯米，随后包裹成长方形，用细竹篾捆扎牢固。同样的方法再包出一些三角形的竹叶粽，只是这正方形的粽子比较少见，吃上一个估计1天都不会饿了。全部放入大锅内，加入适量山泉水，端到土灶上开始大火烹煮。随后从鸡舍抓来一只还没生蛋的母鸡，用开水强行搓个澡，全身按摩洗净后，端到2楼小厨房，加入白嫩的芭蕉花，小火慢炖。
接着将腌制好的五花肉用竹片夹住，放在土灶口炭火烤制。此时的粽子已完全烹煮熟透，嫩叶的清香已完全被糯米吸收。从锅内捞出后，便来到品尝时刻。鲜嫩的鸡肉蘸上调配的蒜料，搭配软糯香甜的粽子，还有焦香的炭烤五花肉，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盛宴，也是对丽娜辛苦付出的回报。转眼来到第二天，美食化作动力的丽娜开始对着土灶旁的坡地奋力刨挖。丽娜打算在这里搭建一个储藏柴火的地方，一会功夫便清理出一块平整的场地，接着在土坡的墙体两侧挖出一个排水沟，随后再挖好4个用来固定立柱的深洞，一口气扛来10几根树干，在立柱顶端和横梁两头修出榫卯结构后，便开始简单的组装，在横梁上均匀捆扎上竹片，用作屋顶的支撑。拿来一些棕榈叶交叉覆盖在竹片上挡雨遮阳，最后在4根立柱边摆上一节木桩，放上2根树干用作底部支撑，可有效的隔离地面湿气。随后开始漫山遍野的寻找枯树干，通过蚂蚁搬家式的不断收集，经过几小时的坚持搬运，积累了足够2个月使用的柴火后，丽娜才满意的停止收集，一刻不闲的又开始准备将家禽的围挡院子扩大，搬来一些上次没用完的毛竹，接着分割成竹片后，用编织竹席的方法交叉编制成长方形栅栏，顺着压设的围墙位置延伸固定，最后再制作出一个院门即可。这样以后就可以将小白鸭和鹧鸯分开喂食，再也不用担心鹧鸯抢不到食物了。人年纪轻轻就已经拥有别墅农庄，每天醒来俯瞰着自己打造的一切，心里不禁有那么一丢丢自豪。然而门前的一棵老树根再次激发丽娜的改造构思，如果采用以前的挖掘改造方法，着实有点费时费力。今天丽娜打算使用移花接木技能，让老树根焕发出新生命。一个闪现便扛来一些隔壁老王赞助的木板，利用木工棒打磨掉岁月留下的霉印黑点，将2根方木用铁钉固定在老树根上，用来底部支撑。3块木板直接平铺在方木上，固定出底座平台。沿着竹筒的外沿，在木板一侧上画出多个 U 型门洞，利用手锯和柴刀沿着画线位置切割出 U 型门洞，并打磨光滑后，接着将 U 型门洞倒放在底座平台上，左右加入短木块，固定出一个长方形盒子形状。在盒子中间，根据门洞的位置固定上木块，分割出多个单间独立格子，最后在上方覆盖长木块加以固定。看似复杂，实则一点也不简单，每一锤都是对大拇指灵活度的反复考验，稍不留神就现场展示石头砸鸡蛋的场景。同样的方法，在2层再制作出一个4门洞的单间，最后利用2块木板将1、2层连接，固定出人字形的屋顶，防止突然而至的雨水打湿木板。还必须在小房子上方搭建一个遮阳防雨棚，随后在地面的4角埋入立柱，顶部放上2根横梁支撑，横梁上再均匀捆扎10字竹片固定。丽娜也是凭着身轻胆大以及过硬的八字，将命运托付给大脚趾，牢牢地抓住横梁，随着瑟瑟发抖小手的不停捆扎，屋顶龙骨框架总算完成了。紧张刺激的棕榈叶捆扎还得继续，由下而上的重复叠加缠绕，将棕榈叶牢牢地固定在骨架的同时，也保证了屋顶的滴水不漏。随着搭建的结束，这棵老树根长出了新房子，创意又将是农庄的一大亮点。随后丽娜拿个编织袋便飞奔向集市，下一秒几只肉鸽顺利搬进了新家。老铁们猜下这样放养会不会飞丢呢？转眼来到第2天，丽娜要在兔舍的花园上方搭建一个养殖盆栽吊篮的遮阳棚，这对于丽娜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只是在安装横梁的时候有点尴尬，无奈只能先制作出一个竹梯才能继续搭建。4根横梁都已安装到位后，在一层横梁上再均匀摆放一些毛竹用于吊挂的撑杆，接着挖来一竹篓的绿植，逐个的移栽到花盆内，均匀悬挂在毛竹上。不一会，几十盆吊篮已形成空中花园。最后防止阳光的直射，丽娜还贴心的在顶部覆盖上一层遮阳网。然而这些盆栽又能否在集市被村花争相购买呢？人独自来到山里建造农庄，如今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。随着家禽数量的不断增加，几只母鸡也相继进入孵蛋期。鸡舍上方的简易鸡窝已经无法满足需求，甚至跑到了别墅2楼开始趴窝。独立孵化产房的搭建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。鸡舍旁的一块空地无疑是最佳搭建地方，既保证母鸡和鸡仔不被打扰，又能方便喂食观察孵蛋情况。将表面的杂草处理干净后，原本的地块还需平整化处理扩大，确保母鸡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。沿着鸡舍的水平方向挖好4个鸡坑，埋入立柱，固定好横梁框架，顶部用竹片10字捆扎固定，棕榈叶的依次重叠覆盖，足以达到遮阳避雨效果。一层底部用3块木板固定出底座平台，3面再用木块围挡固定，同样方法在2层再复刻一遍。随着母鸡产房的搭建完成，宽大舒适的新鸡窝也必须安排上。挑选一根笔直清秀的毛竹，拆分成竹片后剔出表面竹篾，柴刀与手的完美熟练配合，也意味着丽娜的基本功非常扎实。将竹篾10字交叉编织出正方形底部，再将所有竹篾反向折弯编成竹篮形状，最后将竹篾沿着竹篮口反复缠绕收口。看似复杂，实则一点也不难。在农村生活的小编就曾用打包袋编织过一个，每次出门抓个鱼逮个虾还是非常实用。
经过丽娜的一番眼花缭乱编织，形态各异的几个新鸡窝便已完工。将宽大一点的鸡窝放在一层用作刚出生鸡仔的新家，孵化期母鸡则被放在2楼继续孵化。很快又将会有3窝鸡仔的出壳，农庄的资产再次得到增加。要想赚取更多的收入，还必须增加新的养殖品种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，丽娜准备在鸡舍的前方土坡上搭建一个猪舍。真实的野生环境搭配丽娜的精心喂养，野生猪仔的售卖价格也将会是目前所有养殖品种里最贵的，无疑又将大幅度的增加农场收入。一个宽大舒适的猪舍也至关重要，毕竟在小佩奇的大部分日常，除了吃就是睡。随着杂草的清理干净，土坡也被锄头慢慢刨挖平整。接着在猪舍位置的坡度下方固定3根木桩，用作底座支撑。随后将3根横梁固定在木桩上，横梁之上再铺上厚实的木板固定牢固。底座搭建好后，丽娜望了眼阴沉的天气，防止突然下雨，要抓紧把遮阳防雨棚制作好。在底座的四周挖好基坑，埋入带有卡槽的立柱，底部捶打磁石。接着利用毛竹将前后横梁牢牢连接。为了更加牢固横向，也必须均匀捆扎竹片固定。最后再将棕榈叶依次重叠缠绕在竹片上。新一天的来临，丽娜开始搭建四周围墙部分，利用凿子在底部木板和方木上开好榫卯结构，接着根据孔洞先搭出一层长方形框架，随后像搭积木一样组装到适合高度后，再将左右两侧的可拆卸木门安装好，最后搭配2个长方形猪槽，这样一个板板正正的猪舍便搭建完成。只见丽娜背上竹篓匆匆离开农庄，镜头一转，一头拖家带口的母猪正在被丽娜强行推进农庄。3只呆萌的小佩奇一脸猛地依偎在母猪妈妈身旁，丽娜又马不停蹄地从隔壁老王家顺来3头刚断奶的小猪仔。然而食量惊人的猪仔的喂食又成了新的问题。头小猪仔试图靠近野猪妈妈，下一秒就被一个大鼻兜甩到一边。然而这群野猪又能否一起和平进食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制作猪食成了丽娜的首要事情。不远处山坡上种植的木薯所含的丰富淀粉营养，不仅是人类喜欢，同样也是野猪们的最爱。双手用力一拔，硕大的木薯便破土而出，每一颗都挂着好几斤的果实。用柴刀刮掉粗糙的表皮和泥土，转眼就收集了满满一猪篓，几十斤的重量也让丽娜走路时不得不弯下腰来防止滑倒。回到农庄便开始生火烧水。为了猪食的营养均衡，一棵芭蕉树的茎秆也是不可或缺的，其所含的糖分和纤维矿物质营养也将大大增强猪仔的体质。将其均匀切片后，再用柴刀剁碎，倒入锅内慢慢熬煮。新鲜的木薯均匀切成薄片，加入锅内，满满一锅的猪食足以让野猪们饱餐一顿。随着大火的熬煮，木薯和芭蕉茎秆已完全分解粘稠，改成小火慢熬。趁着这个空隙，丽娜来到母鸡产房区域，将鸡仔转移到竹笼内投喂一些细米，促进增长。猪舍的后方还需要挖出一个蓄粪池，收集起来用作种植蔬菜的肥料，也将大大增加蔬菜的产量。经过半小时的刨挖，这个长方形池子就已经足够囤积肥料。这时的猪食已完全熬煮成粘稠糊状，用大勺盛上半桶后，还需用山泉水稀释一下。母猪妈妈早已等候在食槽旁准备进食，只有吃饱喝足，吸收大量的食物营养，才能保证奶水的充足来喂养3只幼猪。再看旁边的几只已经馋出了表情包，专注的干饭过程也并未发生冲突。有限的时间，尽量多吃一口才是最主要的。然而3只幼猪争强好胜的野性此刻正在发生。一旁吃瓜的母鸡静静地看着表演。虽然农庄周围食物丰富，坚持的稻谷喂食也会让家禽的营养均衡。所有带翅膀的家禽会一同把地面稻谷捡拾干净，大量的稻谷依然是分给了食量较大的鸭子，而且干饭的速度也是相当惊人。幼小的鸡仔和母鸡则需要脱去骨壳的小米精细喂养，才能保证消化系统的完全吸收营养。吃饱喝足的鸭子必须赶出农庄，让它们自己去寻觅河道内小鱼小虾，好继续满足鸭子超大的食量。田埂周围的长叶嫩草可以薅上一把，富含的膳食纤维也将让流氓兔细嚼慢咽吃上一天。前些天移栽的吊兰在充足的光合作用下，也该进行再次的浇水滋补，利用喷壶系数的进行灌溉，既保证了水分的均匀覆盖，又不会造成营养泥土的流失。忙完所有家禽的喂食工作，丽娜也并未能闲下来，拿着开山斧便来到附近山坡，要对前些天留下的一截原木改造利用。先是对着上百斤的原木劈砍修出长方形造型，接着挥舞斧头不断地将树心中间位置砍出凹槽，潮湿的树干很快被丽娜砍成了食槽形状，利用地心引力连续翻滚到坡下，再强拉硬拽到竹屋门前，用凿子将内壁和底部打磨平整，最后用木工刨将表面反复打磨光滑。然而这并不是用来喂猪的食槽，而是丽娜专门打造用来储水的水槽。有了这个水槽的加持，以后用水就节省了大量等待时间。不得不佩服丽娜将周围的一花一木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丽娜收集来大量的毛竹，用来制作猪圈的围墙。只有保证足够的活动空间，才能让野猪们保存野性的同时健康成长。将宽大的竹片削尖后直接垂入地面，
通过竹子特有的韧性，将长的竹片交叉编织成为挡墙。同样的方法一直延伸到猪圈的另一侧，一个超大的围墙就已搭建好了。走出牢笼的野猪也久未体验到自由奔跑的快乐，现场也难免出现争斗的场景。随后，丽娜利用3块长木板固定出一个较长的食槽，方便所有的野猪一起在院内进食。天生的野性护食打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，好在丽娜准备的食物充足，到了3桶猪食才最终让野猪们吃饱。目前丽娜又究竟养了有多少头野猪呢？面对农庄大量的食材消耗，丽娜不得不考虑种植苞米、水稻等农作物，来保证农庄家禽正常的食物供给。这个女人太强了，独居丛林不仅养殖了10几头膘肥体壮的小佩奇，各种带翅膀的家禽也是应有尽有。然而丽娜还是感觉孵蛋繁殖的速度太慢，一大早又买回来2只大鹅和几十只小鸭子。面对每天醒来就有上百张嘴需要喂食，食物的供给也让丽娜每天忙得身心疲惫。为了彻底解决食物供给问题，丽娜必须尽快寻找到合适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地方。穿过溪流来到半山腰一片荒地，虽然周围已经遍地茂盛的杂草，仍然能大概看出曾经开垦种植的痕迹。只需将表面杂草清理干净，地块重新翻土施肥种植，精心的护理也将会有不错的收获。经过2小时的忙碌清理，好几亩的梯田便足够暂时种植使用。然而翻地的工作仅靠丽娜手工来挖的话，着实太慢又费体力，也不太现实。现代的农用机器又无法到达陡峭的山坡。不过这些问题也没能难倒聪明的丽娜。只见丽娜手持柴刀来到一棵歪脖树前，手起刀落间便将一根弯形树杈扛回了农庄。根据其独特的造型，比划着如何制作成翻地的耕犁。先是切割掉分叉枝干，将主体树干劈砍成扁平状，再用木工刨精细打磨修出棱角，接着摆上2根方木，用笔画出合适的位置。看似普通的3角结构，其实是对人体工程学的完美拿捏，就连榫卯结构都是斜面的，足见此物的复杂程度非比寻常。将横梁方向杆垂入卡槽固定后，穿入方木连接杆，横梁上方的连杆位置再进行凿孔，插入长木条当做卡扣，最后安装好铁制的犁头和弧形翻土铁板。这款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耕地犁被丽娜完美制作出来了，这也奠定了大面积种植的基础。小巧轻便的犁架不仅在掉头时节省了拖动的人力，也让大水牛拉起来如履平地，解决了翻土的问题。平整翻出的大土块还需要制作一个耙子，技多不压身的丽娜又在方木上凿出均匀的方孔，接着将短木一端削尖用作耙齿，将耙齿逐一固定好后，两侧斜面再固定一个支撑杆，最后上方根据身高连接上一根横木扶手，防止斜面撑杆的脱落，还需再次的捆绑牢固。这样的耙子我猜看视频的老铁见过的人不超过3个。随着工具的制作完成，套在牛脖子上牵引的牛梭子自然也不能少。取来2根曲形树干，打磨光滑后，两侧各开2个固定绳索的孔洞，工具都已准备妥当。然而用来牵引犁地的大水牛丽娜并未养殖，早已提前规划好的丽娜快步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隔壁山头的表哥贺强家。此刻的贺强正在气定神闲地制作猪食，经过丽娜的一番甜言蜜语，顺利将大水牛牵走使用。来到地块套上牛梭子便开始翻地，一手扶犁一手牵绳，没有犁过地的老铁千万别轻易尝试，一不小心很容易绊倒受伤。在4驱水牛强大的牵引力下，耕犁将土块迅速翻转，丽娜则在后方不断调整方向和耕犁的深浅。经过老牛来回不断的奔跑，一块地很快被均匀翻转好了。一刻不歇的又套上耙子开始平整土块，这对于身强体壮的水牛来说也就是走走路的事。一会功夫3、4块荒地都已开垦平整完了，最后一块面积最大的荒地也在天黑前顺利翻土结束。这么大的土地面积种植农作物，足够维持整个农庄的发展，剩余还能拿到集市售卖。丽娜的财富值又将直线飙升。只是今天辛苦了表哥家的大水牛，丽娜又该如何犒劳表哥呢？